大家好，我是 Anthony，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在前2期视频里，我们讨论了 NTR 幻想以及背后的心理状态。相信大家也会发现，我们的分析并不局限于这一个特殊的案例，更多的是通过这个案例来揭示一种普遍存在的精神结构。正如我们上期视频所说的，当我们深入分析某一种性幻想，我们也就能从各种层出不穷的亚文化中看出相似的底色。那么，今天我们来聊另一种网络亚文化，也就是男娘文化或者说女装文化。这同样展现了人的精神世界，尤其是无意识层面的一种相当精巧和复杂的机制。这期视频我们就来尝试分析这背后的逻辑。我会把这期视频放在心理与教育这个列表内。如果你有任何想找我探讨和咨询的话题，都可以联系我的邮箱预约。在我们深入分析之前，首先需要清晰地界定我们今天讨论的男娘文化到底是什么。这个词本身就很复杂，因为它模糊了传统的性别边界。男娘指的是那些生理上为男性，但在外貌、装扮和姿态上高度女性化，甚至更加符合女性刻板印象的个体。他们往往通过精致的妆容、高度女性化的衣着和特定的身体语言来突出可爱与性感的特质，比如白皙的皮肤、纤细的腰肢、可爱的表情、性感的姿态、白色或黑色的丝袜等等。因此，虽然说是在演女人，但他们所要观看和扮演的女人，不如说是更多的是一个完美符合男人欲望的女性符号，它与真实的女性关系并不大，而是一个被高度编辑过的女性形象。它过滤掉了现实女性的复杂性，只保留和放大了作为男性欲望对象的功能。这就和色情电影里的女演员扮演的也不是真实的女性是一样的道理。而男娘文化所覆盖的群体，虽然身份多样，但毫无疑问都是男性。我们可以大致将其分为3类。首先是少数将男娘作为一种公开社会身份的男性，比如某些主播和网红，这个群体当然是极少的。其次是私下的幻想者或者扮演者，也就是拥有女装幻想，或者只在私密空间或小圈子里进行女装实践的男性，这个群体的人数当然比第一个要大得多了。第三是匿名的消费者，这也是人数最庞大的一个群体，他们通过网络等渠道观看和消费男娘相关的图片、视频和文化产品，并从中获得性欲的满足。我们暂且不深入探讨第一种群体，这不仅是因为他们的比例极少，更是因为将幻想付诸现实，并将其作为一种公开的社会身份，其行为动机往往混杂了经济、职业发展等等更多现实因素。我主要想分析的是后2类人群，也就是私下里渴望成为女性的幻想者和匿名的消费者。因为他们并未将自己的欲望或幻想付诸现实行动，反而更能体现出幻想的纯粹性。为什么在精神分析中，分析纯粹的幻想比分析现实的行动更有意义呢？因为幻想是一个人内心里最原始、最直接的蓝图，而行动永远是这张蓝图与现实妥协后的结果。一个人在幻想中可以无限地接近他无意识欲望的核心，他可以是肆无忌惮、突破一切禁忌的，反正没什么代价和成本。但当他要将幻想付诸行动时，就必须考虑现实的种种限制，比如他的外貌是否允许，他的经济条件是否支持，社会环境是否会对他惩罚，他人的目光会带来怎样的后果等等。所有这些现实因素都会迫使他修改、删减，甚至扭曲自己最原始的幻想。这些妥协和噪声会屏蔽他内心里的欲望最本真的表达。因此，通过分析那张最纯粹的、未被现实污染的幻想蓝图，我们能更清晰地看到那驱动着一切的最根本的欲望结构和心理症结。那么，男娘文化究竟反映了怎样的心理症状呢？我们在 B 站上可以看到大量以男娘或女装大佬为关键词的视频。我认为可以大致把这些视频分为2类。第一类是单纯的介绍和记录女装生活的视频，比如这个视频的标题是"男孩子坚持女装1年会发生什么"，
高跟鞋使用指南等等。这类视频满足的是男性观众的窥视欲和好奇心，它只是提供了一种比较表层的信息，观众是不下场的，只是一个纯粹的观察者。而第二类视频则属于情景剧式的视频，比如这样的标题：当我喊兄弟出去上网，而我女装会发生什么？当你女装后，室友的反应会如何？或者室友回家想男娘就别想睡觉了，或者女装出门拿外卖被搭讪等等。这类视频不仅是记录男娘的生活细节，而且使观众可以轻而易举地带入场景中的某个角色，比如一个路人、室友、陌生人等等。为什么说第二种剧本更具备分析的价值呢？因为它揭示了观众在这个幻想中是不可缺少的角色。生活记录类的视频可能会被人误解为一个人的自娱自乐，而情景剧式的视频则揭示了男娘幻想的重点从来都不是扮演者自己的孤芳自赏，当事人的努力，比如化妆、着装、表演，都是为了被那个男性的他者，比如室友、兄弟、好哥们、男性路人等等所欲望。幻想的成立离不开他者的目光。而这类题材也有几个核心的戏剧元素，首先是故事的快感常常来自于一个断裂的、充满冲击力的瞬间，这个瞬间就是他者突然发现了男娘的真实性别，而且男娘出现的地点也往往是男生宿舍、网吧包间或者兄弟哥们之间的社交场合，这些都属于高度男性化，几乎没有真实女性存在的空间。而当他者发现男娘的存在，男娘就会立刻陷入被支配的关系之中，沦为那个被动的、等待被处置的充满诱惑的客体。因为她毕竟不是真实的女性，这就使得其他男性对她的接触不会被认定为一种对女性的侵犯，而属于男性之间的合法接触。为什么这类剧情习惯于设定男娘突然出现在男生宿舍等场合呢？因为这场戏剧的真正观众和目标从来都不是女性或整个社会，而就是男性群体本身。诸如男生宿舍的地方是构建和确认男性气概的土壤，在这里，男人们通过谈论女人、游戏、体育等活动来巩固彼此的男性身份认同。这里没有真实的女性，但却充满了对女性这个抽象符号的想象和欲望，因此这个空间就是一个欲望被高度压缩但又无处释放的高压锅。而男娘的突然闯入，就相当于在这个欲望的高压锅里投入一颗炸弹，它一下就成为了男性空间里所有欲望的唯一焦点和答案，它的可遇性被放大到了极限。在这里，所有人都毫无疑问地会追逐他，渴望占有他。对于那些渴望成为男娘的男性而言，反而会从中体验到了一种极致的快感和权力感，只不过他是通过被动的受虐来获得这种权利的。而对于将男娘当作欲望对象的男性而言，这个幻想则相当于发生在一个法外之地，因而同样能最大程度地释放快感。在一个正常的男女互动场景中，男性的欲望被一系列象征性的法律所制约，这道法律包括了社会道德、法律规范以及对女性作为独立主体的尊重。一个男人不能直接对一个女人动手动脚，他的行动被这道墙阻隔着。但是在男生宿舍这个场景中，这道针对女性的法律在幻想的逻辑里被巧妙地悬置了。因为男娘的生理性别是男性，那么其他男性对她的一切身体接触都可以在兄弟间的打闹、开玩笑、好奇的触碰这些合法的外衣下进行。通过这种幻想，施虐幻想者可以剥离了性暴力的罪恶感，将其还原为一种纯粹的、自然的力量与臣服的戏剧。而渴望成为男娘的受虐者可以毫无负担、淋漓尽致地享受那种因自己的魅力而引发对方失控的纯粹的快感。那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问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说幻想成为男娘的男性在这种幻想中获得了某种权利感，但是权利的形式有无数种，比如获取财富、知识、名声或社会地位，都能带给一个人权利感，为什么当事人会偏偏采取这种看起来如此迂回和倒错的性幻想呢？这里我们就要强调精神分析的一个原则，那就是症状的形成
永远与创伤或匮乏的核心领域直接相关。解决方案总是在精准地回应创伤的根源。正如我们在性幻想的那期视频里所讲的，不论何种形式的性幻想，它总是指向了对安全感的追求。这种安全感并不是通常理解的安全，因为很多性幻想看起来是非常危险的，一点都不安全。但这里所说的安全感，主要指的是免受那些导致自我攻击的病理性信念的威胁。幻想自己成为一个亿万富翁，并不能直接治愈一个人感到自己作为一个男人没有魅力的这种痛苦，因为金钱的成功无法直接回应那个在他内心深处不断嘲笑他的声音：你没有吸引力，你得不到爱。他必须在性和性别这个最纯粹的战场上，以一种幻想的方式反败为胜。他要在那个让他感到最无能的地方，体验到最极致的权利。这也可以解释中文互联网上一个经久不衰的问题：给你1000万现金，换你的清华北大或者其他什么985学历，你愿意吗？从一个纯粹经济理性的角度看，一个文凭本身完全不足以和1000万的现金相提并论，这种问题本身显得缺乏社会常识。然而这类问题之所以能变着花样地不断引起很多人的讨论，并非因为大家真的在进行经济学计算，而是因为它触及了无数人在高考这座独木桥上所经历的集体创伤和焦虑。正是因为创伤的强度太高，压倒了常识的逻辑，才使得这个问题成为一个有意义的症状，并暴露了人类精神世界的非理性的一面。人从来都不是纯粹理性的经纪人，我们的价值判断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无意识的象征性的逻辑所驱动的，而幻想总是体现为一种对创伤最忠实的镜像式的回应。男娘幻想同样精准地体现了这一点。为什么一部分男性会产生想要成为男娘的幻想呢？首先，这一切都始于一个创伤性的原点，主体感受到了自身男性气概的匮乏。无论是因为严苛的家教、父权的压制、成长的挫败，还是因为当下的社会文化对成功男性提出的高要求，总之，他在现实中感到了深刻的无力。他觉得自己无法作为一个有魅力的、成功的男性去获得异性的青睐。在这种挫败感中，女性的形象被扭曲了。那个他无法获得的女性，在他的幻想中，从一个平等的人，变成了一个高高在上的，可以随意挑剔和评判他的审判官。他会想，因为他们是性感的、被欲望的，所以他们拥有权利，可以主宰我的快乐与痛苦。他会无限放大这种女性所拥有的这种性方面的特权，这当然是对真实女性的一种误解，本质上还是围绕着他作为一个男性的欲望而展开的。他所理解的女性是他基于自身的无力和自卑所投射出去的一个幻想形象。他幻想女性拥有他所没有的那种能掌控欲望的权利。此时，精神的脚迹就登场了。他面临2条路，第一条就是现实之路，那就是通过真实的努力、漫长的学习和奋斗，去成为一个掌控生活的有吸引力的男人。这条路是困难的，充满不确定性的，而且随时可能遭受新的失败。第2条路则是幻想之路，他很快发现了一条快速修复创伤的捷径，那就是幻想直接成为女人。当事人感到，既然我不能成为一个强大的男人，那么我还可以通过扮演一个女性，来成为一个或一群强大的男人的欲望对象。通过这个戏剧性的身份置换，他摇身一变，从一个追求欲望而不得的失败者，变成了那个被所有男性所欲望的中心。他不再需要去追求任何人，他只需要在那里就能激起他人的欲望。通过这种方式，他在幻想层面却无比真实地感到自己重新夺回了权利，尽管是通过受虐的方式，但这恰恰说明了人类的无意识确实是一个不知疲倦的、不断寻求捷径来缓解创伤和匮乏的大师。类似的转换在现实生活中也非常常见，例如一个小孩非常害怕一个想象中的怪物，或者某个严厉的老师，他感到自己是弱小的、被动的，随时可能被伤害的。
于是他突然开始扮演那个怪物，模仿老师的语气去教训别的孩子。在这一刻，他通过成为那个恐惧的来源，与其合二为一，奇迹般地将自己被动的恐惧转化成了一种主动的掌控一切的权力感。这与南娘幻想的逻辑如出一辙，我无法战胜那个让我感到无能的权力，那我就加入它，成为它。再比如，一些人感到自己在生活中每时每刻都被一个无所不能的组织所操控，这个组织一直在跟踪他，迫害他，他感到自己是那么的无力和痛苦。然而通过这样一个叙事，他反而是强化了自己的某种价值。如果我被这样一个强大的组织所针对，这恰好说明了我身上有某种让对方害怕的潜力。我对这个世界来说是极其重要的，由此个体反而防御掉了那种渺小和无力感，尽管是通过幻想被迫害的方式。到这里，我们已经分析了很多种看起来奇怪和特殊的症状和幻想，从 NT2 情节到南洋文化，再到阴谋论，但它们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它们都是主体在现实的挫折和创伤面前的一种倒退。倒退并不仅仅指行为上变得幼稚，它指的是从一种更成熟、更复杂的利比多的满足模式，比如工作、爱情和创造，退回到一种更早期、更直接、更原始的自恋模式。然而，一种精神现象究竟是升华还是倒退，是症状还是创造，并没有一个外在的、绝对客观的标准。区分这一切的最终标尺，在于主体与他自身幻想的关系。也就如我们之前所说过的，当一个人被这些无意识的冲突和幻想所支配，被他折磨，为他感到羞耻和困惑，却又无法摆脱，深陷在强迫性的重复中时，它就是一种症状。在症状中，个体就是被动的，是自己无意识的奴隶。然而，当主体开始意识到它的存在，觉察到它的运作机制，理解它源于何种创伤和匮乏时，一切就都改变了。幻想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主体与幻想之间拉开了一定距离，他不再是那个被幻想所吞噬的人。在这一刻，幻想就不再仅仅是一个需要被治愈的病态症状，它反而可能成为一个极具价值的通往创造和主体性的事业。比如通过思考、觉察和分析自己的症状，个体可以创作出发人深省的作品，它可以将这种独特的欲望结构和生命体验升华为一篇文章、一幅画、一个视频。甚至在生活中，它可以在知情、安全和自愿的前提下，将这种幻想转化为一种探索自身和亲密关系的游戏或情趣。关键的区别在于，一个人是被动地成为症状，还是主动地利用症状进行创造。从一个被无意识所决定的物，变成一个能够言说、分析和转化自身无意识的主体。今天就先聊到这里吧。如果你有任何的困惑和问题想和我交流，直接联系我的邮箱就好。比如你希望和我讨论某篇文章、某段话、某个视频、某种社会现象，或者你的日记，都可以提前把相关的文本发给我，我会在正式交流之前读完。或者你希望和我讨论你的人生经历、困惑和情感，都是可以的。如果你对隐私性、安全性、付款和通讯方式有任何疑问，也请及时告诉我。如果你无法付费或无法加入会员，也请联系我，我会提供其他方式。详情请参考这张图片。我会把这期视频放在心理与教育这个列表内，同时也推荐大家去看我这个列表内的其他视频。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